装形态下还原现实载具的一架飞机，纤瘦的身材，宽宽的翼展，薄薄的底盘，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累赘的地方。这是一种很厉害的设计体现，但是在把玩上边非常的不友好。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FT54号滑翔机。盒子的外包装并不大，也是 FT 传统的包装风格。纸品方面，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说明书。但是我跟你们讲，这个说明书的参考意义有限，很多地方的变形结构非常的笼统啊，其实也看不太明白。如果大家想变形的话，看着我的视频一步一步来，我会尽量的细致教给大家的。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也是 FT 的标配。配件内容：滑翔机带的小枪。人形和飞机形态下使用的托架，但下边并没有支架，支架需要另外单独购买。外星人面具，这样也可以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的名场景。当然，站立的稳定性还不错啊。我们来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形象，其实明显能感觉到在美型上边有一些现在的风格融入进去，所以体型方面会显得更加的像现实中的一些型男一般。动画片里边其实有一点爱搓的关节，其实也是因为当年的记忆动画在制作的时候是以玩具为原型进行了一些美化，玩具会显得更搓一点。正面看起来的一些该有的元素也是都能表现出来。滑翔机头部银色的点缀。裤裆这个地方的涂装，以及脚丫子造型的刻画，这一块处理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背后来看一些细节的点缀啊，包括它头部这一块，它做的是一个假的质量转换的机头，而且头部的那个小炮的位置也是质量转换出来的装饰零件。背后造型对比动画里边会鼓起来两个方框的背包，而且腿型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动画片里边是一个方腿啊 ，FT 这一回使用的是两个引擎作为了腿部中心的位置，外边包了一层装甲上去，所以其实看起来这个腿还是一个圆的。它也是尽量的想用这个装甲片来包出一个方块腿来。一张简单的口罩里啊，其实也并没有做出太多的改动，但明显感觉到也是比动画片里原先的样子要好看了一点点。胸口的舱盖可以打开，里边有银灰色的涂装和不错的细节刻画，同时还有老滑翔机的心，也是动画片里边的一个名梗了。头部可以旋转，同时脸部变形的需要也可以旋转，看你想往哪边转了。肩膀平举90度，360度回旋，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双段关节曲臂135，拳头4指打开，手腕有活动范围，腰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但并没有弯腰关节啊，当然如果你想弯腰呢，也倒不是不行，你得脱开这个扣子，进行这样的弯腰。前踢可以踢到90度，后踢大概45左右，侧踢可以踢到60度左右，多多少少会被裙甲侧面的这一块干涉到。大腿根部可以平转，膝盖这里的合金轴是两段关节，从上方这里就可以折到90度了。下方这边还有一个转轴，所以加起来嘛，其实也是90度，因为后边的这一块零件会阻挡到。脚踝整脚面的左右接地有一点点的幅度，前后这里变形的需要，但是会脱开。而且这一款身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齿轮关节的，它都是靠轴的转动去支撑，所以这款滑翔机的关节支撑性比起前面的一些 FT 的产品是要差一些的。静态摆放这里可能还好，当你在活动的时候，因为身体上合金的零件非常的多啊，所以关节撑这个重量的话，可能也是差点意思。如果发现松了的话，这些地方倒是都预留了螺丝孔，把这些螺丝紧一下，可能稍微会好一点吧。然后咱们来进入这款滑翔机的变形过程。很多朋友在跟我说，这个滑翔机设计的太复杂了。其实看结构还挺好理解，当你变完一次以后啊，很容易记得住。但你看说明书就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说明书画的太笼统啊。首先打开小臂后方这个地的盖子，从这个轴横折90度出来，然后呢，顺着后边的这个开孔处卷一圈儿，把它包起来。前方小臂的位置 Z 字拉伸，把小臂增长，翻开盖子，拳头收纳进去。
然后往下折，这一块再往上折。它的作用是什么？其实就等于把大臂包到了小臂里边，小臂加长出来一截空间，这个小胳膊变形还可以啊。后边的翅膀双关节拉开襟翼位置，横转一个90度下来，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定位的卡子，把它插上去，压一压。好，那么一侧的胳膊我们就变形完了。那么两侧手臂变好之后，顺着整个大翅膀从侧面这里划开，这里有一横一竖2个卡孔，还挺大的扣子啊。但这个扣子呢，明显也能感觉到肯定会磨漆的，它是一个白色零件上的红漆啊。现在先打开这么一个 V 字的造型，接着离近一点看，脖子下方这里压着一个挂钩，胸口的侧面这里也有一个插合的点，我们从后边抠一下，把这个挂钩脱开，这个卡点也脱开，接着把这个扣子往上翻90度，解锁开了里边的夹心儿，就又炸开了。于是变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开花胸，里边炸出来7片零件。从外侧的这一片大翅膀根部这里进行一个 Z 字翻转，同时拉伸，把这一块填平掉，然后整体顺着这个关节套下来。这个根部是合金的零件，中间的滑道往后推一档，翻到这面来，在下方这里的方块就是背包的部位啊，抠开这一块襟翼的锁扣，起落架翻过来，然后穿过这个中间的钢轴扣进去。扣进去的同时，把这一块也就拼齐了。然后我们对准上方的3个卡点，把它折过来插入。拉下来以后，这一片机翼我们就处理完成了，耷拉下去，不用管它。机头的部分继续来变，刚才打开的这2片中间凹缝的地方解松它，然后顶一下下边这里的分离处，让这里的 Z 字脱开，把机头从里边整个的顺出来。根部这里的零件也是合金的。我们先单独的来变机头的这一块，在脑袋后脑勺的部位，它做了一个质量转换技术，明显看到这里是刻画出来的机舱，真的在这里啊，一言不合的变大缩小。我们可以抠着后边的这一个掰的卡子，把它拉出来，旋转180度，把这个面变平整了。现在不要往回扣，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转脸，不然里边会挡到。脸藏进去，上边这块假的驾驶舱放下来，机头的鼻尖就平整了。接着顺着起落架的盖子这里，先抠开一个缝隙，其实很不好拨出来啊。然后把这一块驾驶舱往前旋转，后边这里顶起来这个窟窿。如果你发现呢这样还抠不出来，那里边一定是那个泡又顶住了。随便找一个细棍子，我们从这个地方捅一下，好，捅松了，抠出来。就是这个前边的机泡口啊，在你翻进去的时候很好的进，但往出抠的时候啊，这个平面容易顶在这个板子的里边，所以顺着这个洞得顶它一下。打开这块板子以后 ，Z 字折叠，把里边的零件全部翻平。注意前面的机泡啊，在翻过来的时候使点力，别过这个卡点来，这样最后你才扣得平和。后边的这一块呢没有阻碍了，继续往出翻。我们先打开这个盖子 ，Z 字折叠，把透明的驾驶舱放好，再盖盖，插合在一起。注意下方这里所有的卡点位置，我们再把它折回去，全部并好。脖子这里的滑道往里缩，压平。这里就是轴的根部为什么要用点力气别过那个卡子去，因为这个机泡是最后要贴到滑翔机头部的假机泡头上，等于这个地方又实现了一个变大缩小，加粗了一点点。继续往下变形，刚才我们张开的这个部分折叠缩起来，然后把这2个板子夹住，根部这里是2个滑道，把它压进去，挤住，前方放好，然后左右这里的2个锁钩挂上，然后从腰部开始
从肚脐下方拆开一个扣子，也是刚才我们解锁的弯腰关节。这个关节折叠的时候小心。我们撩开全甲看，注意它这里边的走向。我们先往前折，脱开前面的这一节，拉平，后边这里的滑道转轴再拉出来，往后放，这样就拉出来了一个中空的框子。接着胯部这里进行一个下拖，使点力气掰开，里边有扣点，变成这个样子。还好啊，这些框子都是合金的零件，要不然撑不住这么大的拉力。从胯部的关节横转一个90度，贴过来，让两条大腿拼齐，目的是让后方这里出现2个卡孔，最后我们是要用到的。2个侧裙甲从根部的双关节 Z 字下拉，盖过来。说明书部分让你现在就去扣机翼啊，不要按说明书的来，现在扣不上，因为后边还有很多卡的地方。腿部现在呈现的是这么一个造型，我们把脚踝这里全部的拉开，顺着脚底往开抠，这里边都有卡点，延展，然后直接翻，就可以把脚丫子立起来了。这里再往起旋转，然后把这一片归上去，定住。翻到侧面来，再立起中间的这一节，拼合。那尾翼的部分就很简单的完成了。注意在另一侧变形完的时候，后方有一个小的起落架，这个根部的关节很细，但还好吧，有一定的韧性，把它立起来备用。小腿的变形也是本次最容易让人迷糊的地方，尤其看那个说明书就更看不明白了。首先，膝盖拉长。里边刚拉出来一节啊，再拉，它里边有2道花槽，一个是在金属零件上，一个在红色的零件上。现在看不太清，打开它，抠开这个扣子，另外的一边包的扣子也抠开，脚踝腾开空间，让过来这一片，把它翻转，2片拼成一个，打开，根部这里有一个滑道，拉长。再旋转180度，翻到这一侧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玩这个腿部的关节啊。首先从这一节横转90度，然后再从这一节横转90度，旋转一下，注意在这个位置让开口冲上。膝盖这里有非常多段的关节，非常容易转乱。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所转的这个方向，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你把这2块方块转过来以后，横折各自的90度，然后调整这个转盘的位置和这个转盘的位置，让螺丝孔冲后90度拐过来就可以了。注意螺丝孔冲前和冲后啊，它变出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看上头小下头大，这个才算变到位了。然后把这个板子变到内侧，从这边卷过来。你就可以闭合了。后边这里腿肚子，刚才我们翻开带锁扣的半圆，卷到舱室里边去。大腿上边我们刚才翻出来的这个洞，要和这块板子上的卡点进行结合。再有就是调整中间的卡扣位置。来，我们开始调整密合。哎，好，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难的密合的过程啊。这里边需要调整的东西有很多，卡扣的位置也有很多，主要也是因为这个轴在转动的时候太迷糊了。其实只要转成这个角度，螺丝孔冲后，让这个地方冲前一点，只要折到头就可以了。那最后嘛，就是这个脚丫子了。顺着这些关节，我们往里放的时候，注意脚踝这个接地关节要拧一下。然后根据这个转盘，它是一个偏心圆，把这一块的圆筒状折好，然后往块拼合的时候，注意根部这里还有一个插扣，把这里钉上，夹起来。尾部终于变完了，密合完了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了。其实主要还是出在小腿的这一块，尤其这个板件下方其实还有2个暗扣，也是需要插到位的。
另外就是在变形过程中，这两片翅膀没有一个定位点啊，因为它最后才能锁，所以放在前方一直是晃晃荡荡的，在把玩体验上面也不是很好。最后双关节折叠下来，先对准侧面这里的圆豆，然后顺着这个形状卡进去，插到最下方裙甲内侧的卡扣，跟这个地方进行维度的锁定，把它咬住，翅膀才能固定起来。最后翻起所有的起落架。那么好 ，FT 的这架滑翔机变形完成就是这样了。哎呀，这个过程是真的不容易啊。其实翅膀、前半个、脚丫子这些地方都是挺好理解的。那问题就出现在小腿这一块，非常零散的一个变形，而且没有好的一个定位点去扣它的时候啊，来回转这些轴是非常容易转迷糊的。再有两个翅膀需要最后去锁定，所以你在变形的过程中一直在这里甩来甩去的，会很碍事。当然，变形完成以后，这款滑翔机的机型也真的是非常不错呀。其实还挺纳闷的。本身是一架游珠 A10的攻击机，但是起名叫滑翔机。这一次 FT 的载具形态也并没有选择还原记忆动画的一个造型，而更多的像是还原现实载具的游珠 A10，非常纤瘦的机身以及宽阔的翼展，造型方面来说的还原度对于现实载具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它和动画片里边已经差距非常的大了。其实现实中游珠这架飞机也很有意思啊，它的设计非常的简单粗暴，别的飞机都是在飞机上边装一个机炮，而这玩意儿就是在机炮上边装了个飞机。整个的机身啊，其实就是围绕这个30毫米口径的机炮所设计的。光这个1.8吨重的机炮储弹量也能达到1300多发，可以穿破800毫米的装甲，也被称之为坦克开罐器，所以也是相当厉害的，而且算是一架经典的战机，经久不衰。其实看 FT 这一次在飞机形态下的刻画，还真的是可以的，很多的细节做的也挺到位，包括整个的翼展密合完了以后，这一块的襟翼也是可以动的。所以 FT 这次滑翔机的设计，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体现。它保证了两个形态，一方面人形态下的一个高还原度、高完成效果，另一方面伪装形态下还原现实载具的一架飞机，纤瘦的身材、宽宽的翼展、薄薄的底盘，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累赘的地方。这是一种很厉害的设计体现，但是在把玩上边非常的不友好。就是说你在理论上边它变形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出来的，但毕竟它是一个需要玩家上手把玩的，在操作的过程中让人觉得非常难受，而且在第一次上手的时候特别容易转迷糊，尤其小腿的这个轴的部位啊，所以你在第一次把玩的时候，尤其参照说明书变形会非常的绕。变形完成这架飞机还是挺大的，机身长度差不多在26公分，翼展的宽度也几乎在26公分，好大的一架飞机呀！所以这就是现在 FT 设计产品的一个主要风格。为了两个形态的完成度啊，它中间取舍掉了太多的是变形的结构和把玩的流畅程度。这种设计风格也是造就了现在 FT 产品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喜欢它的人会特别喜欢，确实两个形态做的都非常的棒，也能在一些结构里边感觉到质量转换技术在上面玩的还是挺溜的。不喜欢它的人呢，主要还是体现在变形的过程中身上有太多的零件来服务于这个质量转换技术，再加上这款产品想要完美的变形出来是需要一定丰富的把玩经验的，有一些扣点的密合以及轴转动的一个走向，还有就是有一些零件并不好避让着过啊，里边的空间还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想更多的朋友们如今看到 FT 的产品会选择一个形态去摆那儿放着战狮吧。那么这款滑翔机你觉得怎么样呢？满分5分的话，你会给它打几分呢？那么的这款就是这样了，毕竟是一个新玩具，很复杂的过程，稍后我还会给大家弄一下逆变的。